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王哥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咱们好像又挺久没逛海鲜批发市场，走，咱们今天去小逛一圈，看看应该把谁给带回来。来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不是你们天天说的日本雀尾螳螂虾？可惜就一只啊，没办法做啊，一只就一口啊，做不了视频啊。哇，这个混尾螺才大才漂亮啊，这个壳真的非常的漂亮啊，这壳一个都能卖几千块钱了。帝王龙，葡萄牙的帝王龙，这个跟玫瑰龙、奥卢很像，但是还是有点不一样的。现在奥卢很贵啊，一斤都600多了，因为澳洲的龙虾进不来了。老板这边最后一只龙虾了，很漂亮这个龙虾，蓝鲍、斑马虾菇啊，这些全是我们拍过的，黑金鲍、澳鲍啊，全部拍过了。哎，这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怎么跟鸡腿不一样呢？问一下老板，老板过来一下，这个是什么鬼啊？是植物吗？海鞘啊，海鞘，这能吃吗？可以啊，刺身啊。刺身，这个怎么卖啊？你要多少白嫖了？白嫖，白嫖，真的假的？再给你白嫖1瓶嘛。非常感谢老板啊！这一个也没得做啊，这一个有什么好做的？里面大把的，里面还有啊？这些全都是吗？是啊，这么多对啊。啊！来，这一篮全部给你白嫖，够不够啊？不够再拿几个。够！确定够啊？白嫖这么多，够了！这才10几个，够不够？不够。够了！装起来，打烊！这个要不要换点水啊？应该不会死吧？不会。各位小伙伴，请恭喜我今天又白嫖了，继海星之后的再一次白嫖，请把白嫖打在弹幕上，顺便给老板点个赞。我刚看到它的时候还以为是植物，很像蘑菇类，心里还想着老板什么时候改行了，卖起蘑菇来了。没想到的是，它居然也是海洋生物，跟个大鸡腿一样。它的学名叫海鞘，别名就多了，海奶子、海中菠萝、海中凤梨等等，捏起来手感非常的好 ，Q 弹弹的，长得还真的非常的像菠萝，这一端有明显的凸起。这一端是根部，由于都是固着在海底的岩石、沙砾或者海藻等固形物体上，所以这底部有很多胡须状的根。其实海鞘的种类也很多，但是能吃的也就某些种类，比如真海鞘、湖海鞘、柄海鞘等等。在日本和韩国都是拿来做刺身，比如拌饭啊或者蘸酱料吃，据说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。所以这几年我国的辽宁和山东等地也开始养殖真海鞘。根据这个颜色和外形来判断，咱们今天这个是真海鞘无疑了，应该还活着，捏一下还会喷水，哇，这么脏吗？这是泥土还是它的内脏啊？这看着都不敢刺身了。另外，海鞘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狠的生物了，它居然会把自己的大脑给吃掉。这是因为海鞘在找到栖息地以后，就不需要进行移动或者进行复杂的动作了，只是要经过背部的这2个孔来进行海水循环，就能获取其中的微生物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养分。所以高耗能的大脑就被海鞘判定为是一种负担，多余了，于是就开始慢慢的消化自己的大脑，导致最后只剩下一个神经节了。你说它这得多想不通啊！那我们今天就来试一下，能吃自己大脑的生物它到底好不好吃 ？OK， 我们先去把它给处理一下，先给它稍微的冲一下就可以了，反正我们这个壳也不要，然后把这个头给切起来。哇，这什么鬼？我正想说切的时候会不会爆，没等我说它就给爆了。这个黑黑的不是泥土，应该就是内脏了。冲一下，哇，怎么这么脏啊？这个脏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啊！哇，这切不下去啊！我去，这个肉怎么吃生啊？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之前的那个海葵超级无敌的像，很滑，很软，非常的软。那这个应该是它的内脏，要把它去掉吧？试一下，把它去掉，再给它冲干净一下。这个好像都没什么肉啊。来点盐，给它搓洗一下，杀一下菌哦。我先处理一只刺身来试一下哈，好像有点腥耶。再冲一下，好会水啊！再丢到纯净水里过一下，给它吸干一下哈。我原汁原味的先试一块哈，我看韩国人都是拿来沾辣酱吃。口感还可以，就咸腥的，没什么味道。也不会回甜，沾点芥末刺身酱油试一下哈。哇，更咸了，它这个本身就是咸的，再加上芥末刺身酱油就更咸了，而且它的甜味本身就不足，所以咸的非常的咸。沾一点海鲜酱试一下，难怪他们都拿来沾甜辣酱了。这个可以，海鲜酱的鲜甜味可以弥补了它这个鲜甜味的不足。
这个真的挺好吃的，而且这个酱的味道比较浓郁，能掩盖掉它本身的这个海腥味。先把它全部给处理出来，一会儿再拿部分来试一下熟的做法哈。这个肉是非常好挖下来。你看这个壳上还有一层皮，这个皮应该也是能吃的，就是很硬。韩国人据说都是用这个来装酒喝，有一股海的味道。这个东西的内脏好难处理啊，就跟处理海葵一模一样，处理了我半天。那么今天这样的安排哈，那这部分呢，我们来过一下开水做凉拌。那这部分呢，依然来做刺身哈。刚才这个刺身吃的有点上瘾了，感觉越吃越好吃。那我们先来做一下这个凉拌了哈。水开，给它放下去，烫10秒钟就可以了哈。可以出锅了。给它放到冰水里泡一下哈，哇，就剩这一丢丢了，我的天，这个汤呀也太没东西了吧，可以了，给它拌一下，蒜末、姜末、白胡椒粉、香菜、刺身酱油、糖、芝麻油，最后再来点青芥末，给它搅拌均匀哈，然后给它倒过来，这也太少了吧，再来一个小米辣点缀一下，好像芥末放太少了。开始品尝了，这个东西处理完真的太少了，特别是过了一下开水，真的就剩一点点东西了。刚才在处理的时候，我又偷偷的吃了一点刺身，这个腮边没有把它给去掉，所以腥味比较重，而且还很影响口感。所以做刺身一定要把腮边给它处理干净，最起码要处理成这样子，不仅没有腥味，口感也比较爽脆。来，先整一杯82年的清河酒压压惊哈。我们先从这个刺身开始品尝哈，先给你们整一块刺身，这个刺身非常不错的，沾一点海鲜酱，来，粉丝先吃。哇，这个口感不软不硬，刚刚好，而且细品到最后，它有一股特殊的香味。这个刺身真的是越吃越上瘾。非常的爽脆，吃的就是它的口感，味道主要还是来自海鲜酱。我突然间发现它这个横截面是不是很像水莲锅 ？OK， 那我们接下来品尝一下这个凉拌的哈，这煮熟以后跟海葵真的就一模一样了。口感也很爽脆，就是没有刺身那么软一点。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刺身呢沾着海鲜酱会更好吃一点。哇！我知道这个凉拌的口感非常像什么了，跟猪小肠非常的接近，软软脆脆的，而且又有一定的嚼劲。它这个凉拌呢，几乎吃不出这个海鞘的味道，都是来自这个酱汁的味道。OK， 那我们下来做个总结。我原本以为这个海鞘会翻车了，但是沾了这个海鲜酱以后，给了我很大的惊喜。它这个酱汁的味道跟这个独特的口感融合在一起，值得你们一试。这个凉拌的呢也还可以，但是跟刺身比一下就差了一点意思。不过呢，这个刺身一定要把它的内脏跟那个裙边处理干净，不然的话腥味会比较重，而且也很影响口感。那么这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